好耶，又来给各位老铁做老铁的视频了。本期视频的主角是4星角色莫泽。视频开之前还是例行声明一下，本期视频的所有录屏和数据都来源于创作体验服，创作体验服仅供参考，大家后续还是以正式服时装的数据为准。那么视频的开头还是老规矩，我先给大家详细解读一下莫泽的所有技能机制，好让你最方便也最快捷的了解这一个角色。如果屏幕前的你是游戏理解老手啊，已经知道他的所有技能机制的，可以选择跳过这一段，从本期视频的3分46秒开始看哦。普攻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雷属性伤害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平平无奇的一个普攻，我们直接跳过。战技对单体敌方目标造成150%的雷属性伤害，并且把该目标标记为猎物。被标记为猎物的怪物头上就会有这样一个图标，并且在使用战技之后，莫泽会视为离场状态。看见没有？莫泽直接在场上消失了。这个时候敌人是打不到莫泽的，而且队友也是点不到莫泽的。杀金给的盾也给不到莫泽身上，不仅是杀金，其他拐的队友也拐不到莫泽。现在我们的莫泽已经离场了，然后布洛尼亚放一个大招，可以发现布洛尼亚拐到了自己，但是并没有拐到莫泽。既然莫泽释放战技就会视为离场，那么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推导出，当场上只有莫泽一个角色的时候，他的战技就会结束，并且再也无法释放出战技，只能打普攻。那么敌人被莫泽变成猎物之后有什么用呢？3个用处。第一个用处，变成猎物的敌人受到的追加攻击伤害会提升25%。第二个用处，莫泽在释放 E 技能把敌人变成猎物之后，头像下方会亮起9层数字。这个时候任意有方只要攻击猎物，那么莫泽的数字就会减少1层，给敌方造成他攻击力30%的雷属性伤害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好的，这一个1650伤害就是莫泽附加的伤害，然后头像下方的数字就会减少1层。第3个用处，当莫泽头像下方的数字每减少3层 ，OK， 然后我们再打一下，从9减少到6，它就会附加一次160%攻击的追加雷伤，9点层数一共可以让它附加3次追加攻击，并且追加攻击还可以回一个战绩点，该效果在1回合后可以再次触发。当莫泽 E 技能提供的9层层数耗到0的时候，它的离场状态就会解除，然后 E 技能呢又可以再次释放，并且它在解除离场的时候，行动会提前20%，而且每一个波次开始时，莫泽的行动会提前30%。最后我们来说终结技，莫泽的终结技视为追加攻击伤害，并且终结技在莫泽离场的时候也能使用。使用终结技之后，对敌方目标造成270%的雷属性伤害，并且立刻发动一次追加攻击。好的，然后立刻发动一次追加攻击，这就是莫泽的终结技，很简单吧？以上就是莫泽的所有技能机制的一个解读了。个人感觉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啊！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还不要忘记给一个免费的赞哦，非常感谢大家。视频看到这里，或许屏幕前的你就会有一个疑问。莫泽他身为一个巡猎角色，他自身的输出能力怎么样呢？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我现在的莫泽是一个0星魂，然后带着托帕的专属光锥，行迹全部都已经点满了。然后我把每一个仪器的属性都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每个仪器其实都是非常的不错的。这个球好像还可以再提升一下啊。然后这个是绳子，然后具体属性面板是这样一个面板，我个人觉得已经算是一个平民毕业的莫泽了。而这样的平民毕业的莫泽，在吃到了0+1知更鸟、0+1花火以及6魂3乐期全拐的情况下，它的伤害是多少呢？一个E技能4万的伤害，然后一个大招
12万的伤害，再一个追加攻击8万2的伤害。而吃的相同拐的情况下的三月期，一个强化普攻是能打29万的。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说了，你拿0星魂的墨泽去对比6星魂的三月期，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啊！那现在我跟大家说道理。刚刚那一段实战，我是故意让墨泽吃满了所有拐的情况下打出来的伤害，而大家不要忘记，墨泽在实战中想要吃到拐是比较麻烦的。在每个波次开始前，墨泽会给自己拉条30%，也就是说，墨泽在实战的时候行动优先级是很高的，大概率是队伍里第一个行动的角色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想让墨泽吃到拐呢，你第一下就得故意普攻。然后我们队友上来了，拐墨泽一下，墨泽再离场了，这样的操作才能让墨泽吃到队友的拐，看见没有？但是这样的操作在实战中玩起来就比较麻烦了，所以在实战中，墨泽的辅助意义是要大于它的输出意义的啊！大家就把它看成一个辅助就完事了。它的输出可以说是锦上添花，但是呢，没有必要追求墨泽本身能打出很高的输出。那么墨泽的辅助意义有哪几点呢？3点。第一点，被标记为猎物的目标受到的追加攻击伤害会提高25%，这对所有的追加攻击角色都是利好的。除了飞枭以外，翡翠、云离、黑塔、克拉拉什么的都可以用墨泽来拐。而第二个辅助意义在于它的2星魂。2星魂，我方全体目标对猎物的敌方目标造成伤害时，暴击伤害提高40%。2星魂可以说是墨泽的核心星魂。至于其他星魂1星魂是帮墨泽回复能量，4星魂呢是给自身拐伤害，6星魂呢是提高墨泽追加攻击的伤害都是增加墨泽本身的伤害的。只有2星魂是用来拐全队的，所以墨泽这一个角色，个人认为抽一个2星魂就非常够用了。我就给大家剧透了吧，2星魂之前的墨泽呢是不如三月期的，而2星魂之后的墨泽呢，它和三月期各有优劣。先说一个2星魂以及2星魂以上的墨泽优于三月期的点，那就是对比三月期，墨泽给他的队友拐的伤害要更高一点，这一点非常明显。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墨泽就一定优于三月期。以下是我列出的墨泽对比三月期之间2个角色的优点还有缺点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选择呢，选择你更喜欢的那一个角色进行搭配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正式实战环节。实战呢，我已经把墨泽的6个星魂都点满了然后仪器带的是都兰2件套加上勇烈4件套，具体属性面板是这样一个样子的。然后光锥我给他带的托帕光锥，可以说是完全毕业的一个墨泽了。实战副本我们就选择深渊12层的上半层，我这边呢就是把飞枭视频里的三月期队友给他换成了墨泽，看一下三月期和墨泽之间到底孰优孰劣。墨泽先把中间这一只狼变成猎物，知更鸟增一个伤，好的，罗刹再给墨泽来一点下去然后现在墨泽就可以发动追加攻击了，追加攻击伤害28000。我们看一下大招的伤害是多少，大招伤害也是28000，然后再追加攻击17000。有一说一，墨泽自身的伤害确实不忍直视，就算点到了6命，他的伤害也是不忍直视。所以大家玩墨泽的话，只要看他的辅助能力就可以了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知更鸟把大招上，看一下飞枭在墨泽拐的情况下伤害是多少。41万的伤害，比三月期拐的时候的30多万伤害是要更高的，这个很明显但是现在墨泽有一个比较蛋疼的点来了，当墨泽标记的猎物死亡之后，他就退出 E 技能状态了。他的 E 技能得等他跑条上来重新续，
在这一个空档期中，我的飞霄就吃不到墨泽的拐了。这就是墨泽对比三月七一个比较蛋疼的点啊。三月七身为一个类童鞋角色，他只要拜飞霄为师傅之后，三月七的拐就是一直存在的，不会出现墨泽这样的情况。好的，我给卡夫卡上一个拐，看一下对卡夫卡的伤害是多少啊？哎。又奔着40多万去了，有一说一，墨泽拐的伤害这个确实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。哎，喜欢我传奇耐控王老鸟吗？好的，墨泽又可以开大了。开大的话，我打这只狼吧，给这个狼削减一下韧性条，不然等一下进入越狂状态就有点麻烦了。好的，哎呀，这知更鸟的技能没有续上。大招没有续上啊，有点难受。续上大招之后，我的飞霄开大，直接把卡夫卡给带走。当然，我的手法应该不是最佳手法啊，大家想吐槽就吐槽吧。然后我现在把卡夫卡杀了之后，墨泽的拐又没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有点难受，兄弟们？这我不好吐槽什么啊！之前3月7在队伍里的时候，我可是打了0T 的，而墨泽在队伍里的时候，我这个奔着2T 多去了。就算我手法优化到最佳，我个人估计最多也就1T 了，0T 估计是达不到的。所以说，如果要去辅助飞霄，个人在6魂墨泽和6魂3月7之间。我会选择6魂3月7，虽然3月7拐的伤害呢比墨泽低一点，但是3月7的其他各种机制，个人感觉比墨泽要方便得多。但是墨泽还有一个就业岗位，那就是你实在没有知更鸟，也实在不想抽知更鸟的话，你可以把知更鸟的位置替换成墨泽，就是墨泽和3月7一起上辅助飞霄。我们来看一段实战。依然是打深渊12层的上一层。好的，开局我们墨泽直接上给中间那只狼，让它变成猎物，然后3月7拜师。有一说一，虽然我们把知更鸟给它换成了墨泽，会让飞霄的整体伤害变低，但是这一个队伍的多动超乎你的想象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飞霄 E 技能。追加，3月7追加，哎，墨泽追加，飞霄追加，然后墨泽开大，开完大之后附赠一次追加，不好意思，还有一次追加，然后3月7插队，我们先不用强化普攻，我们先直接用飞霄，哎，一个大招先把这只狼给他带走。客观评价玩起来还是非常爽的啊，然后这强化一技能就打到另外一只怪身上了。但是现在墨泽又得重新上 buff 了，还是有一点烦的啊。哎，罗刹这边一个大招先削一下对面的韧性条吧。好的，墨泽上给另外一个精英怪，然后我们又要开始了。E 技能追加，3月7追加，墨泽追加，这我解说起来我口干舌燥的。这解说起来太浪费口水了，然后这个阵容呢，在场上感觉飞霄的大招根本停不下来啊。好的，进入第2层。哦，我突然发现我第1层打了0T，刚刚我上知更鸟都没打0T啊，这一个阵容它多动的居然让我打0T了，有点意思。好的，墨泽上给卡夫卡，把卡夫卡变成猎物，追加。其实墨泽在场上他还真没有打出多少伤害，墨泽在场上就是提供多动，哎，给飞霄提供大招层数的，这就是他的作用。哎，不是，哎呦，哎，罗大夫妙手回春啊！这一把运气比上一把用知更鸟的运气还要差很多啊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上一把用知更鸟，我飞霄一个大招呢是40多万伤害，
但是现在呢，就队伍里面没有知更鸟之后，飞枭一个大招的伤害就变得30万都不到了，只有25万左右了。所以你别看我玩的好像很爽的样子，但是知更鸟还是最适合飞枭的那一个队友啊。就这一个队友虽然玩的爽，但是和知更鸟队伍还是比不了的。那我现在零 T 几乎是不可能了，对面卡妈还有一半的血，狼也还有大半管的血啊，我这1 T 快要过去了，我看看能不能尽量打1 T 啊这一个平民队伍。哎呀，这狼也没秒掉啊！如果有知更鸟的话，这狼肯定秒了啊！哎，莫泽继续上给卡妈，追加3月7追加，莫泽追加。好的，莫泽再来一个大招，然后3月7又可以放一次强化普攻了。然后飞枭一个大招，直接把卡夫卡给带走吧。哇，能不能1 T 啊？好像不能1 T 了。如果有知更鸟的那个全队拉条就舒服很多啊，但是，好的，可惜了啊，差点就打出1 T 了。总而言之，给各位平民做一个参考吧。以上就是莫泽这一个角色的实战还有详细评测了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总结下来呢，就是和3月7各有特色啊，用来辅助飞枭呢，香是很香的。但你要问我选谁，我可能会选择3月7。但是屏幕前的你呢，也没有必要特意去追求那一个0 T 啊。如果你特别喜欢莫泽呢，莫泽和飞枭搭配起来也是很爽的。然后如果你不想抽知更鸟的话呢，莫泽和3月7一起上也不失为一个平民的选择。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如果你不抽飞枭而只抽到了莫泽的话，莫泽适不适合养呢？个人建议，如果你没有飞枭，莫泽就没有必要养了啊，因为莫泽的实战意义其实就是给飞枭快速叠层数的，它给其他角色、给其他多动角色的实战意义不算是很大啊，这个是我的个人意见。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，最后祝大家欧气满满，身体健康，再见。